旌旗猎猎，战鼓震天，两军对峙于白马，曹操与袁绍的决战拉开序幕。袁绍麾下上将颜良横刀立马，曹营将领宋宪绰枪上阵，战不三合便被颜良又一将领魏续拍马出阵迎战，没想到仅一回合便被颜良阵斩。曹操大惊，问诸将：今谁敢当之？大将徐晃应声而出，与颜良大战20回合，最终不敌，败归本阵。回营后，曹操为此忧心忡忡，在谋士程昱的劝说下，决定启用新到曹营不久的关羽。关羽得令后，手提青龙刀，登上赤兔马，引数人飞驰白马前线出阵。是日，颜良袖袍金甲坐于灰盖之下，士气高涨，旗帜鲜明，刀枪森布。关云长倒提青龙偃月刀，凤目圆睁，直入敌阵。未及等颜良反应，关羽已飞至身前，手起一刀，便将颜良刺于马下，忽地下马，割了颜良首级，飞身上马，如入无人之境。袁绍军惊慌失措，死伤无数，而关羽则以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之勇，一举挽回了曹军颓势。这是《三国演义》中广为人知又非常经典的一段情节，它根据史书《三国志》的记载改编。那么在历史上这一幕是否经得起推敲呢？首先，颜良与曹军诸将单挑的情景不太可能出现。汉末三国是骑兵战争兴起的时代，并非像《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样，阵前2名大将单挑，士兵都成了观众，而将领决斗的胜负往往标志着战争的结局。其次，历史上的关羽也不可能装备青龙偃月刀，在正史中没有记载关羽使用何种武器，但记载了他杀颜良之时先刺于马下，又斩其手环。关羽很可能是先用矛刺死颜良，再下马用刀剑砍下他的头颅。实际上，关公斩颜良已经是《三国演义》中比较符合史实的一节，但细究之下，仍然能看出小说与历史存在的差异之大。关羽白马斩颜良发生在官渡之战正式开战前200年2月，袁绍发布讨贼檄文，曹操这时候很忙，没工夫回嘴，何况与其争口舌之力，不如从物理上给予敌人迎头痛击。4月，曹操亲临黄河战场，谋主荀攸建议袁绍兵多，咱们应该声东击西，分散其兵力，先引兵至延津，佯装渡河攻袁绍后方，使袁绍分兵向西，然后再亲兵急行军迅速袭击白马的颜良。曹操认为好计，于是引主力到延津，随后亲自带精兵急驱白马战场。离白马颜良军还有10余里的时候，颜良听说了曹操亲自前来，然后大惊。颜良的这个大惊基本上没有害怕的成分，而是出乎他的预料。不是说曹军在延津吗？之所以说颜良没有怕，是因为他没有像刘备一样逃跑，更没有摆开阵势以逸待劳，而是带着队伍正面迎了上来，打算硬碰硬的来场遭遇战。颜良估计是想打曹操一个手忙脚乱，但这个战略部署并不明智。延津到白马近100里路程，孙子兵法里说：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背道兼行，100里而争利，则秦3将军进者先，疲者后，其法时一而至。颜良迎战曹操的举动丧失了他原有的2个巨大优势，一是大约要跑5里路，对士卒也是消耗；二是遭遇战时无法妥善布阵，丧失了本来有的建制优势。当初袁绍派颜良来打白马时，沮授曾经劝过，说颜良脑子一根筋不转弯，虽然骁勇千万不能单独派出去，但由于此时沮授已经被袁绍认定为失败主义者和反战分子，所以袁绍根本不听他的了。颜良逆战而来，给了三国第一勇列名垂千古的机会。双方接战，曹操打出了张辽和关羽的王炸组合。由于是遭遇战，颜良并没有布置好军阵，所以大老远就被关羽看到了司令部位置，还发现了破绽，于是带队飞马插入颜良军，躲开了层层协防，一溜烟在颜良的万人军阵中捅死了颜良，还下马把脑袋砍了下来，随后又一路突击出来。这是关二爷的成名战，关羽于万军丛中刺颜良枭首而还，拿下一血。这是英雄辈出猛将如云的三国时代的唯一一次从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的案例。但是这武圣的真实风范却远非电视剧中的那种神仙下凡。不过历史真实的过程和背后的分量比小说演绎还精彩。最开始曹操招降关羽时，他以为让关羽归附他是手到擒来的事，毕竟这事怎么看都是刘备先把关羽给坑了。
尽管曹操对关羽礼之甚厚，但他也敏锐地发现关羽终日忧心忡忡，心知他无久留之意，便派遣张辽去做关羽的思想工作。关羽对张辽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吾及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是以共死，不可备至。吾终不留，吾要当立孝以报曹公，乃去。这番话说出来，可见关羽一心效忠刘备，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张辽在听到关羽回答后，内心极其煎熬，思索再三告不告诉曹操，就是怕曹操杀了关羽。后来张辽跟曹操坦白后，曹操问：这是天下义事啊，你估计他啥时候会走呢？张辽说：云长说了，必须报您大恩以后再走。在你死我活、阴谋迭出的乱世厮杀中，双方这样的坦诚是极为难得的。关羽明明白白表达了志向，曹操要是不同意，可以杀了他，但他绝不会为了保命就欺骗曹操。一个够义气，一个也够大度。曹操知道关羽的态度后，也不磨蹭，第一站就把关羽派了出去，而且是作为先登出去的。先登向来是战争中的高危工种，何况是百里奔袭后的先登冲阵，死亡率就更高了。曹老板派的谁去先登呢？心降的张辽和更心降的关羽，这俩谁拼死了都不心疼，反正都是新来的。尤其是关羽，既然你要走，那便不用白不用。关羽在报答曹操这个恩的时候，也远没有小说中那么轻描淡写。关老爷对报答曹老板的这个公事极其看重的，君以国事待我，我必国事报之。关羽立的这个功，绝对要对得起曹操的厚恩。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关羽绝对不会干出羽望见梁麾盖，策马刺梁于万众之中，斩其手环这么高难度的危险动作。首先是关羽远远望见颜良的司令部所在，于是带领着先登军们就开始发起冲锋，然后突破了层层设防，一矛刺中了颜良。随后在万人瞩目中下马，亲自砍了颜良的脑袋，最后重新上马再跑了回来。这里面的难度在哪呢？关羽作为敢死队的先登军，能够冲破敌军军阵就已经是非常不简单的了。一般来讲，野战先登军只要把军阵冲破就已经算是立功了。但关羽不仅带队冲进了敌阵，还朝着整个军阵中防御最凶悍的中军司令部冲了过去。更神奇的是，人家就真冲了进去。由于是遭遇战，颜良的军阵绝不可能完整，这为关羽的顺利突破起到了一定的帮助。更难得是，关羽在万军阵中还能保持方向感，能一路冲到敌军司令部。大部分人没经历过战争，更没见过上万人的军队规模。要知道，在这样的环境，就像在大洋深处，四周乌泱泱的全是人，没有任何参照物，是很难保持方向感的。何况越往司令部冲人越多，兵员素质越高，死在冲锋路上的几率越大。但这难不倒我们关二爷，他就这么一路逆天操作，一直找到了敌方司令颜良。接下来还是一个高难度操作，关老爷策马一矛刺死颜良。这就好比两个职业拳手见面后，关羽在一个回合内 KO 了对手，这其实非常难，因为一般高级将领不仅都是有功夫的，而且身上都有铠甲。当初杀董卓时，李肃拿大戟捅根本捅不动，吕布拿枪又捅还是不好使，最后小兵们拿刀砍脑袋死的。关羽很有可能是一枪给颜良刺倒，然后迅速下马拿刀砍了颜良的脑袋，然后关羽拿着颜良脑袋开路，一路又上马窜了出来，把援军彻底吓傻了。汉末大乱10年了，从没见过这种操作的战役。关羽不仅能骑着大马一路躲开各种协防，而且临阵一枪水平极高，一枪就击中了匪首颜良，而且人下马上马的动作一气呵成，捅完就砍脑袋，动作连贯不浪费，随后又跳上马窜了出去。关羽的这份造型极大地鼓舞了曹军的士气，大将砍死了大将，小兵们都跑了。关羽阵斩颜良后，曹操乘胜追击，袁绍的另一员大将文丑在乱军中被杀死。白马之战以袁绍损兵折将，曹操解围而告终。首战双胜的曹操开始按原计划撤出白马延津地区，让出了黄河一线。演义中为进一步表现关羽之勇，干脆买一送一，把文丑也变成了关公的刀下鬼。实际上仅是斩颜良一功就非常了不起了。曹操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对其更为器重，但曹操也深知关羽立了功必然离去，于是加重赏赐，希望做最后挽留。
可惜关羽去意已决，将曹操赏赐尽数封存，拜书告辞，到袁绍阵营中去寻雇主刘备。当时曹营将领欲追击，曹操表现得很道义，吩咐左右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实话说，这样的行为是极不理智的。曹操知道就这么放过关羽，未来恐成大患，但他依然愿意放他去成全自己的忠义。关羽明知曹操有可能杀他，却不违心欺骗对方，但正是二位的不明智，反而将彼此的历史地位生生地拔高了一个维度。一个即便被骂白脸奸臣，但仍然有无数人尊敬他，将他视作英雄丈夫；另一个则成为了华人世界的忠义典范，2000年香火未断。曹操与关羽，一个求贤若渴，一个不忘旧恩，最终分道扬镳，都是磊落丈夫，不失为历史上一段佳话。